太平洋战争第11篇下，南云下令轰炸机换弹，是不是直接导致日军中途岛战败？美军鱼雷机冒死突击，为俯冲轰炸机创造了致命机会。飞龙与约克城号相继沉没，却不影响美军在航母对决中取得战略胜利。前情回顾，美军通过破译日军电报，掌握了中途岛方向的主动权，但双方兵力差距悬殊，美军仍然打得异常吃力。日军机动舰队司令南云眼见侦察机迟迟无消息，中途岛上的美军轰炸机却实实在在构成威胁，再加上山本56之前指令不明，南云贸然下令给鱼雷机换弹，这一决定彻底打乱日军节奏，让航母陷入混乱，最终葬送了包括飞龙在内的4艘航母。从此，日本海军从巅峰开始走下坡路。中途岛时间7时15分，日军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的地勤人员开始把97舰攻挂号的鱼雷卸掉，换上800公斤炸弹。让南云中一措手不及的是，仅仅15分钟后，最后出发的侦察机竟然发来一封含糊电报，说附近出现了美军舰队，这让南云、草鹿和原田实全都大吃一惊。南云急忙下令暂停换弹，并要求侦察机回传更准确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从中途岛机场起飞的美军轰炸机仍然一批批直扑日军机动舰队，本该护航第2波攻击机队的零战也只好升空替换油尽的战机。到了8时20分，侦察机终于传回消息，显示美军舰队中有2艘航空母舰。南云看到电文后火冒三丈，如果7时15分就收到消息，4艘航母的攻击机队就能立即起飞。但因为换弹命令，此时2艘航母上的97舰攻只有13架仍挂鱼雷。气急败坏的南云命令地勤人员立即给97舰攻重新挂鱼雷。南云的反复无常让汗流浃背的地勤人员满腹牢骚，却又只得立即照办。被卸下的800公斤炸弹来不及送进弹药库，只能堆在飞机旁。更让南云崩溃的是，8时30分，游泳战士透过无线电直接和赤城号舰桥通话，说第1波攻击机队即将到达航母上空，且多架飞机伤势严重，希望能马上降落。这下南云彻底陷入两难，他可以让已挂鱼雷的97舰攻与苍龙、飞龙的99舰炮立刻升空攻击美舰，但鱼雷机数量不足，零战护航不到10架。若等全部97舰攻挂好弹再起飞，第一批返航的日军战机就会因燃油耗尽坠海。这时山口多闻发来信号，希望其麾下2艘航母的99舰炮单独出击。南云却坚决不同意，要求苍龙、飞龙先收回第1波战机，待全部战机补充燃油和弹药后再出击。9时10分，最后一架日机降落，4艘航母地勤人员立刻把他们送进机库加油挂弹。受伤战机根本来不及维修，南云和山口都没想到，就在他们回收战机的时候，美军3艘航母上的157架战机已经起飞准备反击。不同于协调一致的日军舰载机，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虽然同属编队，起飞后的120架舰载机却分散成多股力量。企业号的10架野猫战斗机找到了日舰，却没和轰炸机队取得联系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几乎无所作为，直到燃油耗尽返航。大黄蜂号运气最差，10架野猫战斗机和3架 SBD 坠海，10架 SBD 没找到日舰，只能降落中途岛。沃尔德伦少校带领的10架 TBD 鱼雷机主动脱离大部队，幸运地找到了日军航母，于9时38分单独发动攻击。然而在日军战斗机围剿下，这些 TBD 全部被击落，30名机组成员仅1人幸存。很快，企业号的14架 TBD 也找到了日军航母发动攻击，但激战后仅3架幸存，投下的鱼雷全部落空。但美军鱼雷机几乎自杀式进攻，却给俯冲轰炸机创造了机会，因为日军零战起飞后都以小队各自为战，面对低空美军鱼雷机，机动舰队上空出现巨大漏洞。这时日军航母上的舰载机已经全部完成加油与挂弹，可以升上甲板准备出击。然而美军不断空袭，让4艘航母一直高速转向规避，飞机无法移动。直到10时20分，眼见威胁解除，南云才命令航母直线航行，准备放飞第2波舰载机。曾指挥偷袭珍珠港，此战却因阑尾炎手术，只能待在航母上的渊田美金雄战后称，从南云发令开始，只需5分钟，日舰就能放飞全部第2波攻击机队。若真如此，中途岛海战结果本可逆转，
可美方资料和日本飞行员回忆显示，日舰至少需要半小时才能把飞机升上甲板，所谓命运5分钟根本不存在。10时整，企业号航母33架 SBD 在麦克拉斯基少校指挥下，跟随日军蓝号驱逐舰找到日军机动舰队，但俯冲轰炸机中队长贝斯特刚要呼叫全队攻击加贺号，侦察轰炸机中队提前行动，2中队轰炸机差点在空中撞上，贝斯特无奈只好让队友跟随他攻击赤城号，最终只有2架飞机跟随。10时19分，日军加贺号航母瞭望员发现从高空俯冲下来的 SBD， 拉响防空警报，但美军飞行员已瞄准甲板上的大日之丸，25架 SBD 连续投弹，最终4弹击中加贺号，其中1颗命中舰桥，高级军官全阵亡，其余3颗穿透木质飞行甲板，机库中爆炸，引发已加满燃油的舰载机挂载的鱼雷爆炸和机库内弹药连锁爆炸。几乎同时，约克城号17架 SBD 向苍龙号投弹，成功命中3枚。苍龙号机库也发生连锁爆炸。南云眼看2航母惨遭厄运，急忙命赤城号剁手规避，但贝斯特3架 SBD 顶着密集防空炮火投弹，命中赤城号机库，引发连锁爆炸。从10时22分加贺号中弹到10时28分赤城号中弹，美军仅用7分钟就摧毁3艘日军主力航母，一举奠定中途岛海战胜局。由于大黄蜂号的轰炸机缺席，飞龙号航母暂时逃过一劫。眼见赤城号已经燃起熊熊烈火，曹陆只好建议南云转移旗舰，于是南云等人转移到了长良号轻巡洋舰上，并把空战指挥权交给山口多闻。而山口司令官眼见3艘航母眨眼之间就变成了3个大火盆，心中大骂南云瞎指挥，毁了全局。接到南云电报后，他命令麾下飞行员立即组织反击。由于九七舰攻在空袭中途岛时损失惨重，山口只好派18架原本该起飞的99舰炮，在6架零战掩护下去寻找并攻击美军航母。日籍编队尾随一队返航美军战机，于11时55分发现了约克城号航母。尽管美军战斗机和高射炮全力拦截，复仇心切的日军飞行员仍拼死突击。最后7架99舰炮成功向约克城号投下250公斤炸弹，约克城号不幸被命中3弹，其中2颗在舰体内爆炸，只造成轻微伤害，但第3颗在排烟道内爆炸，导致5台过路熄火。约克城号航速急剧下降到6节，尽管只有5架99舰炮和2架零战返回，飞行员仍向山口多闻报告已重创了一艘美军航母。山口大喜过望，下令准备第2轮出击。然而此时飞龙号仅剩9架完好的97舰攻，游泳仗势座机在空袭中途岛时，一侧油箱受损尚未修复，但游泳仗势决定亲自上阵。13时31分，他驾驶仅装1半燃油的座机，与其余9架挂鱼雷，在6架零战掩护下悲壮出击。神奇的是，当日机再次发现约克城，其甲板损伤已修复，航速也恢复到24节，日军误以为是另一艘美军航母，于是转入低空飞行，准备投弹。美军野猫战斗机立即迎战，但只击落3架97舰攻，其余日机成功向约克城号投掷鱼雷。由于约克城号未能完全恢复机动能力，最终被2枚鱼雷击中，动力系统完全停摆。大量进水导致舰体倾斜，尽管包括游泳仗势座机在内，共有7架日军战机未能返航，但山口多闻认为他已摧毁2架美军航母，完全有能力反败为胜。斯普鲁恩斯得知约克城号被攻击后也心急如焚，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尽全力才凑出38架俯冲轰炸机，单独起飞去攻击飞龙号。16时45分，美机编队找到了目标，而此时飞龙号上空只有13架零战，飞行员也已筋疲力尽。见到这么多美军轰炸机来袭，山口多闻才意识到美军至少还有2艘可用的航空母舰，只好下令飞龙号全力规避，但舰首仍被命中4颗454公斤炸弹，舰体内燃起熊熊烈火。山口多闻顾不上灭火，下令飞龙号以30节高速航行，试图快点脱离中途岛附近海域。尽管美军接下来的攻击都没命中，入夜后飞龙号的大火彻底失控，大量灭火海水灌入机库，导致舰体左倾。为了防止天亮后遭到更多美军战机攻击或被俘，5日凌晨2时30分，山口多闻下令放弃飞龙号，并由卷云号驱逐舰发射鱼雷将其击沉。
到这时，加贺号和苍龙号已沉没，赤城号也无法恢复航行能力，只得在5日由野分号驱逐舰将其击沉。而山本56直到4日10时50分才得知3艘航母被击中起火，惊慌失措的他召集幕僚商量对策，甚至要求编队内的日进号水上飞机航母出动战机增援机动舰队。他又希望飞龙号航母能把美舰拖在中途岛附近海域，等待主力战舰赶来进行夜战。然而17时30分，当他得知飞龙号也中弹起火后，才意识到此次海战已彻底输了。直到5日凌晨，他才下令放弃作战，并指挥中途岛附近日舰撤退。结果当晚重巡洋舰三威号与最上号碰撞，两舰只能低速航行，与大部队脱节。第二天，中途岛的美军战机发现了他们，但直到6日，美军俯冲轰炸机连续攻击3次，才将三威号击沉。4日14时55分，眼见航母伤势严重，约克城号舰长下令弃舰，但第二天美军却发现他仍浮着，于是组织舰艇进行救援。可6日早晨，日军1-168号潜艇发现约克城号，发射4条鱼雷，其中1条命中为约克城号供电的哈曼号驱逐舰，该舰断成2截，迅速沉没。另外2条鱼雷命中约克城号，美军被迫放弃对该舰抢救，约克城号直到7日才不甘心地沉入大海。此战中，日军损失4艘主力航母及其携带的全部战机，连同其余战舰人员伤亡。日军共阵亡3057人，其中优秀飞行员110人，而美军仅损失约克城号航母和哈曼号驱逐舰147架各型飞机，共307人阵亡。此战不仅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的首次大胜，更改变了双方航母力量对比。尽管日军仍有翔鹤号、瑞鹤号重型航母、飞鹰号、隼鹰号中型航母，但因损失大量优秀飞行员和地勤，再也无法复制当年机动舰队那样辉煌的战绩。下集预告：美军在中途岛海战取得重大胜利，让人几乎忽略了同一时期美日双方在阿留申群岛爆发的一系列战斗。尽管从全局角度看，阿留申的得失对太平洋战争影响有限，可就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，美军第一次俘获日军零式战斗机，破解了日军重要的空战王牌。而美军在收复失地作战中，第一次见识到濒临绝境的日本军人会如何残忍对待自己人。日军大本营为了掩饰失败，首次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玉碎一词。此后，日军海陆军越来越依赖编造战报掩饰失败，结果到了最后，连自己都被自己的谎言欺骗，成为彻底失败的重要原因。请看下期阿留申群岛的攻防。